给你300万，打掉肚子里的孽种，永远的离开我儿子。我攥着那张轻飘飘却重于千金的支票，指节泛白，最终点了头。做流产手术那天，男朋友跪在手术室外，死死拽住我的手腕。童年，求你别这样，孩子我们一起养，钱我来赚，别那么残忍，别把我们的一切都毁了。我不爱你了。我用力甩开他的手，身后是他撕心裂肺的哭喊：我会恨你一辈子，生生世世都恨你。6年后再见，他找了个门当户对的漂亮女朋友，快要结婚了。而我狼狈地找到他，想要借一点钱。他看到我的瞬间，眼底的温柔瞬间褪去，只剩下刺骨的冷漠与嘲讽。借你钱？童年，你当年背叛我的时候，有想过今天吗？分手后的第6年，我在同学聚会上和江燕重逢了，所有人都没想到江燕会来。江老板从来不跟我们联系，怎么今年突然来参加同学聚会了？是不是听说童年来了，心里还想着他，来找他的？我坐在角落里，后背猛地一僵，抬头看见江燕冷漠地看着我。所有人都知道江燕从前有多爱我，她是有钱人家的小少爷，却对我一见钟情。那一年，她为了我跟家里断绝关系，不要权利，也不要钱。我们住在小小的出租屋里，一起吃泡面，一起喝粥，过得很辛苦，又很幸福。每一个缠绵的夜晚，我们十指相扣，发誓要永远在一起。直到后来，我怀孕了，她妈妈给了我300万，让我打掉我们的孩子，离开她。那一天，江燕跪在手术室外，狠狠地砸着手术室的门。小年，小年，我会努力工作，努力赚钱，努力养家，我一定会赚很多很多的300万，全都给你花，好不好？我求你，别不要我，也别不要我们的孩子。我躺在手术台上，死死咬住嘴唇，不让自己哭出声。隔着一扇小小的门，听着江燕说她会恨我一辈子。没人知道我和江燕分手时闹得有多难看。有人把我往江燕身边推，一边推一边笑着问江燕：江老板从前爱童年爱得连命都不要了，怎么就舍得不要他了？所有人都在起哄，说要我们破镜重圆。江燕的兄弟看了我一眼，轻蔑地笑了笑。江老板要什么样的女人得不到？他童年算什么东西？凭什么让我江哥念念不忘？他说有个女人跟了江燕3年，那个女人比我温柔，比我漂亮，比我更适合做江燕的女朋友。江燕和他恋爱3年，听说他们快要结婚了，所有人的笑闹声都停了下来，只有江燕的兄弟还在笑着，邀请大家一定要去参加江燕的婚礼。他把请帖甩了过来，扔在我的脸上，掉进我的怀里。我低着头，看见请帖上写着江燕的名字，而旁边写着另一个女孩的名字。那个女孩叫温婉，听名字就知道是个好姑娘。我想她一定比我懂事，比我乖，比我会疼人，不会总让江燕难过。6年不见，久别重逢，知道江燕过得很好，那就好。我忍住差点掉落的眼泪，抬起头对江燕说了一声恭喜。江燕直勾勾地盯着我，听到我说恭喜，她突然就笑了。童年，婚礼你就不要来了。我老婆看见你会不高兴，她不高兴，我会心疼。我攥着那张红色的薄薄的请帖，愣了愣，笑着点头，轻声说好。那一天，所有人都说江燕好像是真的不爱我了，谁也没有想到我们曾经爱得那么深，到最后她要结婚了，新娘却不是我。所有人都以为江燕会一直等着我，所有人都在好奇那个叫温婉的女孩到底是谁，能让江燕这样着迷，这样疼爱。我知道江燕不想再见到我，干脆早早就离开了同学聚会。回家的路上，朋友给我发了一张温婉的照片，照片上的温婉长得很清纯，听说她很爱笑，也很爱撒娇，是江燕很喜欢的那种女孩。童年，你不觉得温婉笑起来的样子和你很像吗？你说江燕是不是还爱着你？你们真的就这样结束了吗？我轻轻吐出一口气，沉默了很久，笑着说无所谓了，我不在乎了。我不想再和江燕纠缠了，我想她永远都不会知道，我瞒着所有人偷偷生下了我们的孩子。那个孩子生了病，就快要死了。这一年是我最穷最难熬的一年，我拼了命的赚钱，想要让那个孩子吃到最好的药，让他在生病的时候不要那么疼。为了钱，我可以厚着脸皮跑去同学会找人去借，也可以在会所里干陪人喝酒的活，喝到胃里出血。我以为这大概是我和江燕这辈子最后一次见面了。直到几天后，那个叫温婉的女孩找到了我。温婉大概是听别人说她和我长得很像，想要见一见我。她和几个朋友一起来会所玩，指名道姓说要找我。你就是童年啊，就是江老板的那个初恋。她的眼神带着鄙视，看着我浓妆艳抹的样子，好像是在说我真脏。我攥了攥拳头，忍住脾气不想惹事。要不要喝酒？如果不喝酒，就不要耽误我挣钱。你这是什么态度？我问你话你听不见，给脸不要脸！他指着一瓶烈酒对我说：行啊，童年，你喜欢钱是吧？
一口气喝完这瓶酒，我给你20万。这一瓶酒喝掉，大概是要进医院的。温婉装作有些着急的样子。我们不是说好了，只是来看一眼，不会为难童年姐姐吗？虽然别人都说她很会勾引男人，让我小心她，就连阿燕也说我太单纯了，怕她会欺负我。但是我没事的。我静静听着温婉的话，大概懂了，她是在告诉我江燕有多喜欢她，又有多讨厌我。我笑了笑，没有说话，只是问她的朋友，说好了，我喝掉一瓶酒，你给我20万，是吧？然后拿起桌上的酒瓶就往嘴里灌。所有人都愣住了，没想到我为了赚钱，真的连命都不要了。童年姐姐，你怎么能为了钱这么糟蹋自己呢？我们做女人要知道什么是羞耻。我本来不想说的，怕你难过，但是你知道吗？阿燕最讨厌你这种女人。我喝完一瓶酒，忍着胃里剧烈的疼痛，打断她的话。钱呢？她江也喜欢什么讨厌什么，关我什么事？我只要你们答应给我的20万。童年姐姐，说实话，那20万对于我来说只是一点小钱，我随便给谁都行，但就是不能给你。你可以怪我，但是我是为了你好，我不能看着你继续堕落下去。我刚刚是耍你的，我就不给你钱，你能把我怎么样？我冷冷的也跟着他笑了起来，然后抬手狠狠摔碎手里的酒瓶，溅起的玻璃碎片划在温婉的腿上，划出一道伤口。温婉的眼泪瞬间掉了下来。刚刚还吵吵闹闹的几个女人，谁也不敢说话了。下一秒，包厢的房门被打开，江燕站在门口，冷冰冰地看着我。我猛地愣在原地，不敢去看她的眼睛。我化着浓妆，为了赚钱，陪着男人喝酒，哄着男人开心的样子，还是被江燕看到了。其实我不怕别人看不起我，只是唯独不想让江燕知道我过得这样狼狈。可是到最后，就连这一点愿望也没能实现。我只能用尽全力，假装无所谓，逼着自己抬起头，看着江燕伸手把温婉抱在怀里，温柔地为她擦掉眼泪，然后一字一句地问我：童年，你当着我的面欺负谁呢？想要钱，可以，先道歉。我看着江燕保护着温婉的样子，想起了很久以前，她也曾这样保护着我。我知道江燕是要我哄温婉高兴，没关系，为了钱，要我做什么都可以。温婉躲在江燕的怀里，偷偷对着我笑。我看着她腿上的伤，捡起一块碎玻璃，狠狠划在自己身上，然后伸出带着血的手，给我吧，20万。江燕看着我，突然就红了眼圈。温婉看着江燕的表情，脸上的笑容僵了僵。她掏出一张银行卡，童年姐姐，我今天给你钱，不是我欠你的，而是我不想像你一样，为了一点钱闹得那么难看。我懒得再看她装高尚的样子，拿着钱要走，却被江燕一把扯住。童年，你他妈不疼吗？你没钱能死吗？他紧紧皱着眉头的样子，好像是心疼了。我用力地甩开他的手，回过头，冷笑着说：我一直都是个爱钱的女人，江燕，你不知道吗？管好你自己的事，也管好你的女人，别再来招惹我。江燕盯着我，眼神冷得吓人，好像恨不得一口吃了我。我说的话大概是让他想起了从前，他为我放弃一切，我却为了钱狠狠抛弃了他。我的胃里很疼，不想再跟他多说，转身就走，身子却突然一轻，下一秒江燕就强行将我横抱起来，她就像个抢女人的土匪，抱着我走出包厢。所有人都看了过来，我拼命挣扎着要江燕放下我，她把我扔进车里，俯身压住我的腿。童年，老子上辈子欠你的，这辈子让你这么折腾，有时候我真想弄死你。她的表情像是恨透了我，可是她的眼睛却总是像在对我说她还爱着我。我的胃已经疼得说不出话，流着冷汗。江燕皱了皱眉，打开车里的抽屉，拿出一颗胃药塞进我嘴里。我看到抽屉的角落里装着我曾经用完却舍不得扔掉的口红，我的眼泪猛地掉下来。这么多年了，他还记得我的胃不好，而我却狠下心，用尽全身的力气狠狠推开了他。江燕，别再纠缠我了行吗？你纠缠我的样子真让人讨厌。你大概还不知道，我早就结过婚生过孩子了，难道你还想跟我破镜重圆？江燕，别犯贱。他突然伸手把我摁在车上，颤抖着声音咬牙说：童年，我不信，你最好告诉我你他妈是在开玩笑，否则我一定弄死你。我直视着他的眼睛，平静地说：好，我证明给你看。我带着江燕来到儿童医院，晚上9点，住院部还没熄灯。我站在病房外，指着里面安静看书的小孩，告诉江燕：那个就是我的孩子。那个孩子叫小宝，他是我最疼爱的心肝小宝贝。他长得很像我，性格却像江燕，眉眼间总是带着倔强的神色。
他遗传了江燕的所有优点，他是那么好的一个小孩，可是他却生了病，快要6岁的孩子，又瘦又小，却又乖得让人心疼。江燕盯着那个孩子看了很久很久，然后握着拳头狠狠砸在墙上。他低着头，好像掉下一滴眼泪。我从没见过他这样狼狈的样子。那天晚上，江燕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：童年，你有种。他没有问孩子的爸爸是谁，也没有认出那是他的孩子。后来江燕再也没有来找过我，只是听说他给温婉买了华丽的婚纱和昂贵的钻戒，带着温婉回家去见了他的妈妈。听说他妈妈很喜欢温婉，江燕也说这辈子非他不娶。我好羡慕温小姐，能被江老板这样的男人当宝贝一样疼爱。不过温小姐本来也是个好女人，又温柔又大度。她听说童年现在很穷，还想给童年一点钱，帮帮童年呢。这样善良的女人，就该被人保护一辈子。我看着同学群里的消息，心脏狠狠一跳，总有一种不好的预感往外冒。直到去了医院，我才听护士说江燕和温婉来看小宝了。年轻的小护士跟我道歉，说她一不小心就告诉了温婉小宝没有爸爸的事。我听到温婉问小宝：宝贝，我听说你爸爸不要你和你妈妈了，是不是？你知道吗？你妈妈很可怜的，为了给你治病，每天都在陪各种男人喝酒，很脏的。其实你爸爸不要这样的女人，也很正常。小宝冲着他大喊：你胡说，你才脏！我和妈妈不要你们的钱，你们走！我浑身颤抖着冲了进去。温婉回头看见我，愣了愣，皱着眉说：童年姐姐，你看看你家的孩子，我只是想让他知道你有多辛苦，他还冲我发脾气，真是太不懂事了。温婉的话还没说完，我伸手就扯住他的头发，狠狠地扇了他2巴掌，拽着他到了门口，把他推到走廊里。我指着他的鼻子骂：温婉，你他妈就是非要招惹我是不是？他捂着脸不敢相信我居然敢打他，他装作无辜的样子，哽咽着对我说：童年姐姐，我只是想帮帮你，没有别的意思。阿燕本来不想管你的，还好她很听我的话，也知道我很善良，如果不管你，我会愧疚。我是真的想帮你，可是现在你打了我，阿燕一定又要对你生气了。我看着温婉冷冷地笑了，原来她是来找我炫耀的，她就是忍不住的想让我知道江燕有多爱她，比爱我多得多。我看着她那副可笑的样子，冷冷地说：温婉，你想要江燕一个男人而已，我送给你了，但是你就是不知足，非要招惹我，是不是？然后扯住她的衣领，低声说：有种你就继续挑衅我，我一定会祝福你和江燕新婚快乐，顺便告诉她我生下的那个孩子是她的，你猜她还会不会要你？温婉愣在原地，我看着她的脸色慢慢变得煞白，咬着牙对她说：现在我要你去跟我儿子道歉，然后滚蛋。话刚说完，江燕却打开病房的门走了出来，她扯着我的胳膊拽开了我，我没站稳，后背狠狠撞在墙上。她俯视着我，笑着问：童年，我怎么不知道？我想娶哪个女人回家，还要看你的脸色。我老婆嫁给我，用得着你来让给她？你以为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我的后背撞在墙上，疼得闷哼一声。小宝大概是听见了，光着脚跑出来，伸手挡在我前面，抬头瞪着江燕，不让她再碰我。江燕低头看着他，冷冷地笑了笑，冷漠地说：你和你妈妈一样，让人讨厌。我看着小宝慢慢红了眼圈，这一句话大概是伤透了他的心。他的枕头下藏着江燕的照片，他从来都知道江燕是爸爸。那些生病以后很痛苦的每个晚上，他躺在妈妈的怀里睡着，总会梦到爸爸回家了。他说他很想小宝，就像小宝想他那样，总是偷偷的哭。他说他不走了，也不会再让妈妈那样辛苦了。只是后来梦醒了，小宝也见到了爸爸，却听见他说：你和你妈一样，让人讨厌。江燕只看了小宝一眼，就收回视线。他像是有点烦躁，皱着眉扔了张银行卡给我，淡淡说：拿去给你的宝贝儿子看病，100万、1000万随便你刷，别再去陪酒了，也别忘了谢谢我老婆。他说完话，抱着温婉转身就走。小宝看着他渐渐远去的背影，低低的叫了一声爸爸，然后回过头，忍住眼泪，轻声对我说：妈妈，小宝不要爸爸了。他的表情那样认真，好像还有很多话要说，却突然咳嗽起来，一口一口的血吐出来。我眼睁睁看着他软软的倒在我的怀里，听着他小声说：妈妈不脏，妈妈很干净，都是小宝不好，弄脏了妈妈的衣服。妈妈，扔掉小宝吧，别要小宝了，别再让自己那么辛苦了。我听着他的声音越来越小，看着他慢慢闭上眼睛，歇斯底里地喊着他的名字。我还没告诉他，这世界上哪里会有一个母亲不要自己的孩子呢？他可是我10月怀胎从我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啊！周围的护士乱成一团，从我怀里抱走了他，送他去抢救。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跟了上去。抬头就看见江燕飞奔着出现在走廊的尽头，她的眼泪夺眶而出，颤抖着问我：童年，刚刚是不是有人叫我爸爸？我看着抢救室的门重重关上，亮起红灯，跌坐在地上，一句话也说不出。江燕伸手想要抱我起来，我抓着她的手狠狠地咬了上去，用尽全力。她没有躲，就那么忍着，等到我尝到血腥的味道，
等到我没了力气，我终于崩溃地推开了他，自己站起身，绝望地质问他：江燕，你为什么要回来？为什么非要纠缠我？我只想和你好聚好散，我自己一个人过得很好。他咬牙打断我的话，反问我：童年，你问我为什么要回来，你不知道吗？我他妈想你想得快死了。你说你过得好，到处找人借钱，陪人喝酒，糟蹋自己，烂到泥里的生活，你觉得好吗？你以为我愿意找你？我他妈就是忍不住心疼你。你告诉我，我该怎么办？童年，是你对不起我，你凭什么对我这么狠？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说好聚好散？江燕抓着我的肩膀，死死盯着我的眼睛，她想要一个答案，那我就给她一个答案。那一年大学毕业，江燕为了娶我，和家里断绝关系，她被所有人针对，找不到好的工作，赚不到一分钱，她什么也没说，瞒着我，偷偷去工地找了个体力活。我还记得那段时间，她每天都很累，连睡觉都皱着眉头，可是她落在我身上的目光永远都是温柔又坚定，写满了喜欢。她说她会努力赚钱，买一个小小的房子，写上我的名字，给我一个温暖的家，我们会在那里结婚生子，就这样牢牢牵着手，平凡又幸福地过上一辈子。直到后来我怀孕了，她却在工地上出了意外，从楼顶上摔下来，差点死掉。医生说如果不能及时治疗，江燕可能会瘫痪。我知道江燕是那么骄傲的人，这是比让她去死更让她痛苦的事。那一天我去求江燕的妈妈，求她救救她的儿子，我永远也忘不了她看着我时鄙夷厌烦的眼神。她说她不缺儿子，死了一个江燕也不算什么，即使江燕曾是天之骄子，是整个江家最优秀的那个人，可是不能继承江家的江燕就不是他的儿子。他凭什么拿出300万去拯救一个毫无价值的废物？那是我第一次知道，原来人可以这样无情。那一天我跪在地上，磕破额头，求他借给我300万。我说我不要江燕了，我想江燕大概会恨死我吧。算了，谁说深爱的人一定要终成眷属？我一边说着，扯住江燕的衣服，歇斯底里地告诉她：你不是想知道小宝是谁的孩子吗？好，我告诉你，他就是你的孩子，你高兴了吗？他快要死了，你满意了吗？江燕拽着我的手，眼泪一滴一滴掉下来，像是在心疼我，又凶狠地质问我：童年，你怎么敢骗我？你凭什么带着我的孩子，让他受这么多苦？他快死了，你都不愿意来找我。我狠狠扇了江燕一巴掌，然后笑出了声，反问他：江燕，我找你干什么？让你再一次抛弃一切，跟我走吗？你以为你妈妈会放过我，放过小宝吗？江燕，这个世界上多的是比爱情更重要的事，我不要你了，我只想安安静静的过日子，你为什么非要来纠缠我呢？我的孩子本来是能治好的，我用不着你的钱，就算我去借、去偷、去抢，我一个人也能把他治好。他那么乖，那么听话，他打针、吃药的时候从来都不哭，医生都说了，他明明可以好起来的。直到江燕和温婉一起出现，又一次搅乱了我平静的人生。那一天，小宝被医生救了回来，他陷入了昏迷，谁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醒过来。我呆呆地看着他安静地躺在病床上，像是睡着了一样。余光里看到温婉正在偷偷地笑，他假装叹了口气，皱着眉头怪我说：童年姐姐，如果你早点告诉阿燕，告诉我，我也不是小气的人，我可以让那个孩子进江家的门，叫我一声妈妈。他本来不用吃这么多苦，都怪你假清高，现在差点害死他。他大概是觉得自己终于可以放心了。小宝活着却和死了没有两样，而我和江燕之间添上了一道永远也无法愈合的伤口。他以为我再也不会原谅江燕，到最后嫁给江燕的女人一定是他。他大概是忘了，从前我不要江燕，是因为我想过平静的生活。可是现在所有人都知道我和江燕重逢了，也知道我们的孩子长大了，多的是人不会让我好过。我想既然他们都不想让我好过，倒不如大家就都别想好过了。温婉的话还没说完，江燕就冷冷地打断他，让他闭嘴滚蛋。我静静地看着病床上的小孩，听见温婉在我身后委屈哭了。他问江燕：阿燕，你怎么能为了童年赶我走呢？我陪在你身边这么多年，你喜欢什么样子我就变成什么样子，我比童年更加爱你，你难道不知道吗？阿燕，我一定会比童年做得更好，我永远都不会背叛你，你别不要我好不好？我听着他的话轻轻笑了，转过身对江燕说：江燕，我改主意了，我要你娶我回家，回江家，我要你把现在拥有的一切全都给我。然后笑着去看温婉的表情，看着她面如死灰。第二天，江燕就和温婉退了婚，而我搬出廉价的出租屋，住进了江燕的豪宅，和她同进同出，毫不避讳。有人拍到我的照片发在网上，很快就有网友扒出我是江燕的初恋。不知道是谁爆料说江燕从前爱我如命，我却怀着她的孩子算计了她。他们说我找她妈妈要了300万，答应打掉孩子从此消失，结果却偷偷生下了孩子，在江燕快要结婚的时候又跑出来威胁她。网友都在同情温婉，说她长得那么漂亮，家里那么有钱，她才是配得上江燕的女人。他们知道我从前陪人喝酒，他们骂我恶心，骂我有心机，所有的一切就像是提前计划好的，迅速发酵。我冷漠地看着网上的评论，
在舆论发酵到最高潮的时候，甩出一份录音文件，录音里装着的是当年我和江燕妈妈见面的所有对话，清清楚楚地听见她说她不缺儿子，江燕死了就死了，也听见她说那300万是她借给我去救江燕的，这笔钱永远要算在我的头上。这是从前的我在最害怕、最无助的时候能想到的唯一一个保护自己的办法。那时候看起来就像是以卵击石，十分幼稚的这件事，如今看来却是做得恰到好处。那一天，我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，整个网络都在疯狂讨论豪门的无情，还有那个为了救江燕受尽委屈的我。事情很快上升到资本欺压普通民众的高度，江家的公司股价狂跌不止。听说董事会全体出面，要求江燕立刻和我分手，解决掉我这个大麻烦。江燕只是笑着，当着所有人的面冷冰冰地说：“只是亏掉那么一点钱，算他妈什么大事儿？至于童年，我娶定他了。”江燕根本无所谓，现在想要动他，已经不如从前那样简单了。他要是不服管教，一时半会儿还真没人能拿捏住他。直到最后，他妈妈终于坐不住了，带着温婉一起来找我。时隔6年，我终于又一次见到了这个女人。她比从前老了很多，听说是董事会逼到她的头上，她失眠了好几天，心力交瘁。我像是这个家里的女主人，笑着请她进来坐，却把温婉拦在门外。温婉再也装不下去温柔的样子，冲着我大喊：“童年，我就知道你没安好心，你就是故意和我抢阿燕的。你要是真那么清高，阿燕纠缠你的时候，你怎么不去死啊？就凭你这样的脏女人，也想嫁入豪门？你做梦去吧！”江燕的母亲都被她吵得头疼，摆摆手，赶紧让人关上大门。我看着她轻轻地笑着，拿起桌上包好的橘子，问她吃吗？江燕亲手给我包的。她气笑了，瞪着我说：“童年，从前是我小瞧你了，没想到你真够能忍的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跑回来找我报仇吗？”她顿了顿，收拾好情绪，半是威胁半是劝我说：“其实这2天的事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家族根本也不算什么，等风头过去，江家依然是豪门望族。可是你呢？你不适合江燕，倒不如我给你一笔钱，再把你和你儿子送出国，你守着他，踏踏实实的过日子。”这些话要是放在6年前，他骗骗我也就算了，只是现在，我敢肯定，在我离开江燕的第1秒，就会被人扒皮抽筋，把我的骨头碾成粉末，扔进海里。江家绝对不会允许我这样的意外出现第2次。我笑了笑，轻声对他说：“阿姨，您的手段不如从前那样厉害了，想来你也老了，手里的权力也不像从前抓的那样牢了，说起话来也没底气了，这样的滋味不好受吧？”他被我一噎，大概也没想到，从前跪在他脚边求他救命的那个女孩，如今登堂入室，坐在他的家里反客为主，他却有些无能为力。他喘着粗气，脸上的肌肉都在微微颤抖，咬着牙威胁我：“童年，你以为有江燕在，我就动不了你？这整个江家还轮不到他来做主，我能整死你1回，就能整死你第2回。只要有我在的一天，你就别想嫁进江家。”我笑着吃完1整个橘子，然后气定神闲，慢吞吞地说：“没事的，江阿姨，我可以等。”他恶狠狠地瞪着我，问我等什么？我对着他笑，笑得更深，挑衅地说：“等您同意我嫁给江燕的那一天，为了那一天，我可以一直等，等到您闭眼去死，再也做不了主的那一天。”他不敢相信我敢对他说出这样恶毒的诅咒，捂着额头，浑身颤抖地骂我：“童年，你以为你气死了我就能嫁进江家？我们江家不会要你这种忤逆长辈、不孝的东西。”他说着，瘫倒在沙发上。我挑挑眉，叫人送他去医院。他根本就不知道，嫁给江燕对我来说不重要。我要的很简单，我只是想让大家都不痛快。后来我听说江燕的母亲突发脑溢血，虽然命救了回来，可是人却瘫痪了，这辈子再也站不起来了。医生说，如果进行长期复健，也可能会好转。他看着江燕，等着江燕做决定。江燕站在床头，居高临下地看着病床上的女人。她平静地说：“我为什么要花钱去拯救一个毫无价值的废物？”江燕一直是很记仇的人，多年前那个女人送给她的这句话，在今天她终于还了回去。2年后，江燕终于如愿娶我回家。她母亲说的没错，即使没有她，也有的是人阻止我进江家的门。为了娶我，江燕拼了命的去争去抢，得罪了无数人，把江家的权力牢牢攥进自己的手里。有时候看着她，连我都替她累。我问她值得吗？她说她只是想向我证明，她和从前一样的爱我，一样愿意为我付出所有，愿意给我想要的一切。她说她从没变过。我看着她疲惫的眼神，想起从前我们挤在小小的地下室里，什么都没有，她的眼睛却总是在笑，像星星一样明亮，充满希望。或许嘴巴是可以骗人的，可是爱情不会。我想我和江燕短暂的重逢，本该只是为了对彼此说一句永远不见，可她不愿意放我走，闹到现在没了退路。结婚那天，江燕问我说：“童年，我们是不是终于可以幸福了？”我笑着吻着她的唇，小声说：“别傻了。”江燕好像忘记了，我的小宝最终还是没能醒过来，永远留在了她的6岁。我说：“江燕，
就让我们相互折磨一辈子。我和江燕的故事被人写成了破镜重圆的爱情故事。结婚这几年，我带着江夫人的名号游走在名利场中。虽然我没有强大的出身支撑，可是幸好我还算聪明。我花了5年时间，学会了别人用20年学到的东西，看着自己在江夫人的位子上越坐越稳。时间久了，就会觉得地位和权力真是个好东西。回到家的时候，已经凌晨2点，玄关的感应灯随着我的脚步次第亮起。暖黄的光落在江燕搭在沙发扶手上的衬衫上，那抹突兀的正红色口红印像一滴凝固的血，在米白色的衣料上格外扎眼。我脱下高跟鞋，赤脚踩在微凉的大理石地面上，脚步放得极轻，却还是能听见卧室里传来江燕均匀的呼吸声。她没真的睡熟，这么多年，她从来都是等我回家，哪怕装作早已入梦。浴室里的镜子蒙着一层薄雾，热水冲刷着脸颊，我抬手擦去镜面的水汽，看着镜中的自己，精致的妆容被晕开，眼底藏着一丝挥之不去的疲惫，眼角的细纹比去年又深了些，只有眼神依旧冷冽，带着几分在名利场摸爬滚打多年沉淀下的锐利。5年时间，我从那个在会所里为了20万拼尽全力喝酒的狼狈女人，变成了人人敬畏的江夫人，手里握着江家半壁江山的话语权。可只有我自己知道，心底那处空缺从来没有被填满过。小宝的照片被我藏在化妆盒最底层，每次打开都能看见他攥着江燕照片的小手，眉眼间的倔强像极了江燕年轻时的模样。第2天清晨，我是被手机铃声吵醒的，助理的声音带着几分急促从电话那头传来：江夫人，不好了，网上爆出了您当年在会所陪酒的照片，还有人说您当年是故意设计江总，用孩子要挟他结婚，现在已经上热搜了。我挂了电话，面无表情地打开手机，热搜榜上江夫人早年陪酒照、童年心机深沉等词条赫然在列。照片上的我浓妆艳抹，穿着暴露的礼服，被几个男人围着，眼神里满是疲惫和讨好。那是我最狼狈的日子，也是我最想抹去的过往。江燕也醒了，她看着我手机屏幕上的照片，脸色瞬间沉了下来，伸手就要拿手机打电话，却被我拦住了。别急，我笑着抚平她眉间的褶皱，语气平静。既然有人想玩，我们就陪他玩到底。这些年，我在名利场中早已不是任人拿捏的软柿子，那些藏在暗处的敌人早就想找机会把我拉下马。这次的照片不过是他们的第一步。我打开相册，翻出当年江燕母亲和我对话的完整录音，还有江燕在工地受伤的诊断报告，这些都是我当年留的后手，原本以为用不上，如今看来倒是派上了用场。我让助理把录音和诊断报告整理好，在舆论发酵到最顶峰的时候，一并发布到了网上。录音里，江燕母亲冷漠的声音清晰可闻：江燕死了就死了，我不缺儿子，那300万是借给你救他的，这笔钱永远要算在你的头上。诊断报告上腰椎骨折、下肢瘫痪风险的字样格外醒目，再加上当年江燕为了我去工地打工的照片，瞬间扭转了舆论风向。网友们纷纷倒戈，指责江家当年的无情，心疼我当年的无奈。那些骂我心机深沉的声音，渐渐被心疼和敬佩取代。我以为这件事就此结束，可没想到背后的推手竟然是温婉。当天下午，温婉的电话就打了过来，语气里带着几分歇斯底里的疯狂：童年，是你毁了我，我不甘心。我靠在沙发上，端着一杯红酒，语气淡然：温婉，路是你自己选的，当初你选择嫁给煤老板，选择用卑劣的手段打压我，就该想到有今天。她在电话那头哭着嘶吼，说她嫁给煤老板后，日子过得生不如死，煤老板对她动辄打骂，还让她伺候他的3个孩子。她早就后悔了，她想回到江燕身边，想夺回属于她的一切。我听着她的哭诉，心里没有丝毫波澜。当初她在医院里挑衅我，在江燕面前装无辜，在网上抹黑我，那些画面一一浮现在眼前。我轻声说：温婉，你太天真了，江燕从来都不是你的，江家的一切也不是你能觊觎的，你现在的下场都是你咎由自取。说完，我就挂了电话，顺便拉黑了他的所有联系方式。我以为这样就能彻底摆脱他，可我没想到他竟然会做出更极端的事情。3天后的一个下午，我去小宝的墓地看他，墓碑上小宝的照片笑得一脸灿烂，小小的手比着耶的姿势，眉眼间满是稚气。我蹲在墓碑前，轻轻抚摸着照片上他的脸颊，轻声说：小宝，妈妈来看你了，你在那边还好吗？妈妈现在过得很好，不用再为了钱奔波，不用再受别人的欺负，可是妈妈好想你，真的好想你。眼泪落在墓碑上，晕开一小片水渍。这么多年，我从来没有在别人面前哭过，只有在小宝的墓前，我才能卸下所有的伪装，释放心底的痛苦。就在我沉浸在悲伤中时，身后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。我回头一看，竟然是温婉。她穿着一身破旧的衣服，头发凌乱，眼神疯狂，手里还拿着一把水果刀。童年，你这个贱人！她嘶吼着朝我冲过来，都是因为你，我才会过得这么惨。我要杀了你，我要让你陪我一起痛苦。我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，避开她的刀刃，
心里却没有丝毫害怕，只有一种尘埃落定的平静。就在水果刀快要刺到我身上的时候，一道熟悉的身影冲了过来，一把将我拉到身后，用自己的后背挡住了刀刃。江燕，我惊呼出声，看着刀刃刺进他的后背，鲜血瞬间染红了他的衬衫，格外刺目。温婉也愣住了，他看着江燕后背的鲜血，手里的水果刀哐当一声掉在地上，眼神里充满了恐惧。江燕转过身，脸色苍白，却还是笑着看着我，伸手轻轻擦去我脸上的眼泪，语气温柔：童年，别怕，我没事。他的声音很轻，带着几分虚弱，却像一颗定心丸，让我慌乱的心渐渐平静下来。我扶着他，对着远处大喊救命。很快救护车就来了，将江燕送进了医院。手术室外，我坐在长椅上，双手紧紧攥在一起，心里充满了愧疚和害怕。我从来没有想过江燕会为了我挡下这一刀。手术进行了4个小时，当医生出来说手术很成功，江燕没有生命危险的时候，我悬着的心才彻底放了下来。病房里，江燕躺在病床上，脸色依旧苍白，后背缠着厚厚的纱布，呼吸有些微弱。我坐在床边，轻轻握着她的手，指尖触到她冰凉的皮肤，眼泪又忍不住掉了下来。江燕，对不起，我哽咽着说，都是我的错，如果不是我，你就不会受伤了。江燕睁开眼睛看着我，嘴角露出一抹虚弱的笑容。傻瓜，跟你没关系，我答应过你，会保护你，一辈子都保护你。她顿了顿，眼神里带着几分认真。童年，我知道小宝的死是你心里永远的痛，也是我心里的痛。我知道你不爱我了，你留在我身边只是为了相互折磨，可是我不在乎，只要能留在你身边，哪怕是相互折磨，我也心甘情愿。我看着他眼底的深情和愧疚，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，说不出的滋味。这么多年，我一直以为自己恨他，恨他当年的误解，恨他没有认出小宝，恨他让我和小宝受了那么多苦。可直到这一刻，我才发现这份恨里早就掺杂了太多的爱和不甘。我俯身在他的额头印下一个轻柔的吻，轻声说：江燕，我们好好的，好不好？不是因为爱情，而是因为我们都是被小宝困住的人，都是彼此唯一的慰藉。温婉最终被警察带走了，因为故意杀人未遂，被判了5年有期徒刑。听说他在监狱里过得很不好，被其他犯人欺负，头发都白了大半，再也没有了当年的清纯和骄傲。这就是他贪心的下场，也是他咎由自取的结局。江家的那些反对者也因为这次的事情被江燕一一清理干净。江燕彻底掌控了江家的所有权利，而我依旧是那个人人敬畏的江夫人，在名利场中游刃有余。江燕出院后，我们的生活没有太大的变化，依旧是同床异梦，依旧是相互试探，依旧是爱恨交织。只是他不再故意留下口红印试探我，我也不再刻意冷漠地对待他。我们会一起去看小宝，会一起吃饭，会一起参加各种商业活动。在外人看来，我们是一对恩爱和睦的夫妻，只有我们自己知道，我们之间永远隔着一个小宝，永远都回不到过去。后来有人在提起我和江燕的故事，依旧会说这是一段破镜重圆的爱情传奇，说我是人生赢家，靠着自己的智慧和运气嫁入豪门，拥有了一切。可只有我自己知道，我从来都不是赢家，我失去了我最爱的儿子，失去了纯粹的爱情，只剩下无尽的折磨和空虚。江燕给了我所有我想要的权利和地位，却再也给不了我想要的幸福。又是1年小宝的忌日，我和江燕一起去了墓地。江燕蹲在墓碑前，轻轻抚摸着小宝的照片，眼眶通红，声音哽咽：小宝，爸爸对不起你，当年是爸爸不好，没有认出你，没有保护好你和妈妈。爸爸会好好照顾妈妈，会替你好好爱她，你放心。我站在他身边，看着墓碑上小宝的笑容，心里一片平静。或许这就是命运的安排，我们注定要带着愧疚和遗憾，相互折磨，走完这一辈子。回家的路上，江燕牵着我的手，她的手很暖，带着熟悉的温度。我看着她的侧脸，阳光落在她的脸上，抚平了她眉间的褶皱，也掩盖了她眼底的疲惫。我轻轻握紧她的手，心里默默想：江燕，既然命运让我们纠缠在一起，那就这样吧，相互折磨，彼此慰藉，直到生命的尽头。毕竟除了彼此，我们再也没有别的人可以依靠了。